你有多久没在电影院里流泪？不是因为洒狗血的剧情，不是刻意的情节安排，而是真的对于角色的处境、感受产生了同理心。你走进他的内心，感受他的感受。哈姆奈特就是这样一部电影，没有浮夸的情节，没有设计好的反转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一份纯粹的情感。简单就是不简单。这部片拿下金球奖最佳影片，导演是赵婷，监制包括史蒂芬·斯皮伯。网络上评价2极，有人说他是催泪神作，有人说他刻意煽情。光影人生系天涯觅知音，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扯。今天我想聊聊这部让我放下防备的电影。为什么他做到了那些洒狗血剧情做不到的事？为什么我不觉得他煽情？还有那首被用了无数次但依然击中我的配乐。哈姆奈特改编自马基欧法雷尔的同名小说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这本书被誉为21世纪最受好评的小说之一。故事发生在16世纪的英国，一位贫穷的拉丁语教师威尔遇见了被视为森林女巫之女、充满灵性的艾格尼斯，两人相恋、结婚，生下了女儿苏珊娜以及一对双胞胎哈姆奈特和朱蒂斯。为了追求戏剧梦想，威尔远赴伦敦工作。然而一场鼠疫袭来，女儿病倒，儿子在照顾妹妹时也染上瘟疫，最终不幸夭折。这个悲剧彻底击垮了这对夫妻。艾格尼斯沉浸在无法言喻的原始痛苦中，而威尔则将这份锥心之痛化为文字，创作出了旷世巨作《哈姆雷特》。这里有2个关键知识点要补充。在伊丽莎白时期，哈姆奈特和哈姆雷特是通用的名字。这位莎士比亚用儿子的名字命名悲剧提供了事实根据。这部电影真正的第一主角不是莎士比亚，而是他的妻子艾格尼斯。金球奖最佳影片不是随便给的，哈姆奈特能在众多强片中脱颖而出，我认为有3个关键原因。杰西·巴克利的封神演技，这绝对是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。他饰演的艾格尼斯，从热恋时的野性奔放，到上子时的撕心裂肺，再到最终的沉默和解，每一个阶段的情绪转折都极其精准。有影评人说这是这10年来最好的表演之一。杰西·巴克利也因此横扫了金球奖、英国奥斯卡等多个影后奖项。对我来说，最能说明他演技的是环球剧院的一场戏。电影最后，艾格尼斯走进环球剧院，看着台上正在排练的哈姆雷特。刚开始他完全不在状态，对舞台上的表演毫无感觉，但当饰演哈姆雷特的演员走上舞台，他整个人被定住了。艾格尼斯看着台上那个年轻人，仿佛看见了他的儿子如果活下来长大后的模样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看的不再是戏，他看到的是他的哈姆奈特。就在那一刻，艾格尼斯伸出手，穿越观众席，穿越舞台的边界，穿越生死。他伸手去触摸那个垂死的年轻人，而台上的演员握住了他的手，看着杰西·巴克利的脸，那种出神，那种渴望，那种悲伤中带着欣慰的复杂情绪，你会明白什么叫把角色活出来。他的眼神告诉我，他真的相信台上那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。他伸出的手不是演员在演戏，而是一个母亲下意识的反应。如果你去看这部电影，请特别留意这场戏，你会看到一个演员完全走进角色的内心，让观众也跟着他一起相信，一起感受。赵婷的情感调度功力，从《游牧人生》我们就知道赵婷擅长拍安静的悲伤，但在哈姆奈特里，她展现了另一种能力，如何让观众走进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。她没有用复杂的剧情转折，她只是把镜头对准那个人，然后让时间慢慢流过。这种看似简单的手法，其实最难掌握。视觉与听觉的沉浸式体验，
摄影将16世纪的英国森林拍得既神秘又温柔，仿佛大自然本身也在参与这场悲伤，而配乐更是画龙点睛。先说摄影，这是长进的摄影指导是波兰籍的卢卡斯·扎尔。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，但你一定看过他的作品。他曾以益达的抉择、没有烟硝的爱情惊艳世界，更以梦想集中营中冷冽疏离的镜头震撼影坛。赵婷为什么找他？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聊的不是镜头，不是灯光，而是生命、死亡、自然、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。扎尔在见面后立刻买了原著小说，在飞机上一口气读完。他说，这是一部关于生命的沉思录，关于爱、死亡和悲伤，这些是人类普遍要面对的命题。扎尔的视觉美学有几个关键：自然主义，不浮夸。扎尔选择用 ARRI Alexa 35搭配蔡司镜头拍摄，追求朴实简单的视觉效果，不想让这部电影显得很炫技，希望非常自然主义，非常朴素，不用大量特写，用中景说故事。扎尔喜欢用中景镜头说故事，因为那可以是人物的肖像，同时又能看到周围的脉络。这种手法让观众既能贴近角色，又能感受他们所处的环境。摄影机本身就是一个角色。扎尔在片场设置了多台摄影机，其中有一台被他们称为死亡视角摄影机。死亡在注视着我们，像闭路电视一样静静地在一旁观察，而我们知道生命正在流动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展现世事无常。最惊人的一幕是，当哈姆奈特染上瘟疫，那台死亡视角摄影机原本在缓慢漂移，然后它停下来，停在哈姆奈特身上，那一刻就是死亡选择他的时刻。光线如林布兰画作，影评人形容片中的室内戏呈现出近乎林布兰画作般的质感，层层的暗部占据画面主导，人物常常隐没在黑暗中，仅有一束烛光勾勒出焦虑的面庞。这种视觉上的幽闭恐惧，精准地外化了艾格尼斯作为女性，作为母亲在当时所承受的心理重压，而这一切的视觉起点来自一棵树。开拍前，赵婷带着团队在英格兰迪恩森林待了4天，最后他们找到了一棵古老、盘根错节的大树，树根底下有一个深邃而神秘的洞穴。这个树根下的洞穴成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意象，它出现在开场艾格尼斯蜷缩的地方，它贯穿全片，象征着生死边界。最后，它化为环球剧院舞台背景画布上的那道黑暗门洞，哈姆奈特的灵魂就是从那里消失。最后来说配乐，配乐是由英国当代作曲家麦克斯·李希特操刀。如果你看过《异星路径》、《隔离岛》或《最后生还者》，你一定听过他的音乐。李希特的配乐风格非常独特，克制、内敛，不喧宾夺主。他不是要用音乐告诉你该哭，而是像情绪的暗流，悄悄把你推向崩溃边缘。为了这部电影，李希特做了非常深入的功课，他大量运用了伊丽莎白时期的音乐元素，包括那个时代的乐器，如古提琴、和声语法、音乐结构，但用现代的方式重新诠释，让音乐直接从故事的心理层面长出来。比如当威尔为艾格尼斯讲述厄尔普斯与欧律狄克的神话时，配乐用竖琴来象征厄尔普斯的里拉琴。当艾格尼斯陷入悲伤的深渊，配乐用环境电子音效带我们进入更黑暗、更不和谐的领域。李希特还为艾格尼斯设计了一套女声合唱的音乐语言。他说，艾格尼斯是整部电影的支点，所以我为她发展出一套合唱语言，贯穿整个故事。那些女声的运用，既是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会理解的方式，同时也纯粹是为了心理和情感的色彩。而片中最关键的选曲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《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》。这首曲子原本是李希特2004年专辑《蓝色笔记本》中的作品，创作背景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。它后来被《隔离岛》异星路径大量使用，以至于有些人觉得腐烂，但用在哈姆奈特的结局却有特殊的故事。原本剧本结束的地方不同，
是女主角杰西·巴克利在拍摄前几天把这首曲子传给赵婷，而赵婷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首曲子，她在片场循环播放了3天，让它成为那场戏的情感基础。最后她决定舍弃原本为结局写的原创配乐，改用这首。李希特自己说，他觉得这首曲子用在这里透明的融入故事的心理层面，有强烈的情感，但只需要轻轻触碰，用力推反而会夺走呼吸的空间。赵婷导演对原创性也有深刻的回应。人们会说，你难道不想用点原创的东西吗？但原创这个字的根源是古老，我们活在一个害怕不创新的文化里，却忘了祖先的智慧和过去的事物，承载着和未来一样多的创造性能量。视觉与听觉在这里不是分开的，扎尔的摄影、克隆比的美术、李希特的配乐，全部指向同一个目标，让观众走进艾格尼斯的内心，感受他的感受。影评人说，李希特的配乐与演员的表演产生几乎本能的共振，而那些刻意留下的静默和空静，又让情绪有了舒展的空间。这就是哈姆奈特的沉浸式体验，不是轰炸你的感官，而是让你在不知不觉间走进角色的心灵深处。哈姆奈特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的电影，它是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，写给那些在历史暗处默默付出却鲜少被记录的女性，写给那些失去孩子后只能把悲伤藏在沉默里的母亲。赵婷用她的镜头让艾格尼斯终于被看见了。但这部电影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为什么莎士比亚用儿子的名字为哈姆雷特命名？为什么他在戏里让父亲死去而不是儿子？那句流传400年的 To be or not to be 真的只是哲学思辨吗？下集我们将深入解谜，从哈姆奈特到哈姆雷特，一个父亲如何用艺术让儿子永远不死。光影人生系天涯蜜之音，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。如果你喜欢这集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我们下集见。What do you see? You will.